不过刚刚既然提到了欧洲哈。来，我们先从法国开始看起啊，因为在元旦的时候呢，法国总统马克宏，对不起，马克宏啊，他就罕见的认错了。他说：“去年我居然提前的让国会改选啊，反而造成更大的动荡，我错了哈。”但是呢，他也要求欧洲不要天真，因为要去应对的是美国的新的贸易关税战。好，所以马克宏有这个自觉。但他说他去年他错了，但他今年就不会犯错吗？我很担心他会犯同样的错，因为呢，他今年要怎么去解决他内部的僵化的问题？他说不排除、不暗示好用公投来打破政治僵局。怎么办？这又跟赖清德很像这都是你知道国内国外都可以做回应的。而另外一边看到的是德国对于这个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觉醒啊，那就是德国的基民党的这个主席哈，就是这 Merz 啊，他说呢，我们应该要做好准备，要跟川普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。其实不一定能够谈成自由贸易，但是呢，要准备好跟川普谈判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现在德国至少，因为这位 Merz 他是非常有可能在今年成为德国总理的一位啊，所以他的表态也非常的重要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必须要说，现在德国可能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海外的干政，那就是马斯克，现在明白的要支持德国的另类选择党。那这件事情，刚刚香蓉形容说，这个是马斯克的革命输出啊，不会只有到德国作为终点站哦。英国他也要扶持更右派的哈，比保守党更右派的政党。在法国他还没有开动哈，我觉得是因为法国今年可能不见得有选举，如果一旦有了选举，我们就不能够确定马斯克会做什么。所以怎么去看欧盟所应对的美国？这个法国专家赖老师。我觉得欧盟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时机，它结束了，它没有未来啊！欧盟绝对不会有未来了啊！因为哇，你这个很狠你这比所有专家都要狠而且以后的欧盟是任人宰割，它绝对不会成为一级一个咖，在国际之间有话语权，它完全消失了啊！我这个讲得很笃定，而且也很明白，原因。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，错失了什么最好的机会呢？因为原本有中国大陆，一直努力的挺他，也就是中国大陆一直希望你欧盟走向战略自主，你成为世界的一极，因为大陆原本是主张这个世界要多极化。对，那这个多极，美国一极，中国一极，欧盟一极，俄国一极，就是至少有4极，然后其他的是中等的一些小国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世界如果有4极的一个体系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基本上来讲是在权力平衡中，它会相对稳定，因为大陆它并不追求绝对的稳定，绝对的稳定那一定是一个大帝国支配整个世界。可是这个能支配多久呢？例如说，您看到在过去的欧洲的罗马帝国，它能支配多久？还是最后崩解了？那在中国里面，中华帝国中也曾经，例如说秦始皇时代，还有到汉朝，但是它内部里面多少几百年后会动荡一次，几百年会动荡一次。那人类慢慢的悟出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以一个地球这么大全世界这么大的情形下。多极的体系还能够维持一个均衡那你一极体系是不对的，所以中国没有这个意图，也没有这个企图心，说中华大帝国支配整个地球。可是美国却有这个企图，想要用美国大帝国要支配整个地球。所以并不是中国取代美国的问题，也不是说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而已。重点是这个世界的一级战略玩家越多，其实世界上面越能平衡各方的利益。是的，所以中国当时一直努力的扶持、支持欧盟成为一级体系。可是我觉得，从川普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开始，欧盟就自甘堕落了。他们追随美国，而且是完全的追随，就是冯德莱恩时代。那冯德莱恩以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，完全追随美国，也要打中国。中国已经真的是苦口婆心，那么一直跟冯德莱恩劝说。当时的冯德莱恩跟米歇尔
他的理事长，对理事长不断的跟他们劝说，说欧盟应该维持一极，因为川普是要裂解欧盟的，所以你会看到英国从欧盟退出去，对，那其实是川普的一个杰作，我可以也很负责任的说，是川普的一个杰作，所以欧盟英国的退出欧盟，所以从此以后英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，而且永远是附属国。英国在国际间已经不是一个玩家了，他讲的话讲到死，口水流到干，也没有人会理会英国。英国连在他的大英帝国国协中也不是一个咖了。你看加拿大也不会把英国当做一回事，澳大利亚也是如此。那纽西兰那么小的国家都不会把英国看在眼内，那更不用讲美国了。所以英国已经不是一个玩家了，它已经结束了啊。他的帝国时代也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还要对香港啦，对其他的地方要说三道，对西藏说三道四，这个就是自己不长眼，我们常讲的英国人的不长眼，那就算了，你不要把它当做一回事，你就把它当做一只狗在那边叫一叫，就把它踢走就好了啊。当然，我们对于那个不好的狗才会做这种事，好狗我们是很爱的啊。好，但是我为什么会说欧洲也结束了？欧洲也不再是玩家了。欧洲里面，你看现在法国乱得一塌糊涂，而且它会继续乱下去。对，德国也乱得一塌糊涂。对，德国目前来讲也不会，您刚讲的最有可能成为德国总理的，他也绝对不会超过大党，也不会超过1/2的绝对多数。对对，目前看起来他的支持率最高，但不超过3成。绝对，所以德国也乱，欧盟的2大国都乱。那意大利现在是极右当家，对，荷兰也是极右当家。对。然后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是基本上不成气候的，因为他们在欧盟体系里面，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主张不会是引领欧盟的。他们既不是主流，而且他们的经济量体相对比较小。是的，那以现在的欧盟的情况来看，以冯德莱恩继续在的时候，您看他们一直在追随美国，他把欧盟变成美国的一个附属组织，所以我才会说欧盟已经结束了，它真的没有未来了，因为欧盟也不会是铁板一块了。你不管是这个例如说啊，这个匈牙利等这些，他们一定是更跟俄国的关系更紧密。最近的是斯洛伐克。对，斯洛伐克也好，匈牙利也好，而你会看到欧盟的东欧、南欧的国家，包括希腊等，他们会更倾向于跟中国大陆建立关系。那你甚至你连看北欧的芬兰，他也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。那唯一能够造乱的，那就是波罗的海的那3个国家。可是那个3个国家根本上，你把它当成一个小镇就可以了，因为它连中国的一个城市都不如，不要讲说省了。所以他们根本在欧洲是不起作用的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欧盟本身的价值链已经整个崩解了。他们的共同的价值观也已经崩解了，欧盟也不会成为一个气候，而且我认为，川普一定会继续裂解欧盟，而以现在中国大陆这么努力的维护你欧盟的存在，而你欧盟却跟美国一起站在一起来对付中国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国现在也不把欧盟当成一个交涉的对象了。所以冯德莱恩的这5年内，中国不会想多跟他来往。所以中国会对于个别的欧洲的国家来往。当中国跟欧盟的个别国家来往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裂解欧盟的。那川普又会跟欧盟好好打交道吗？还是也是用各国的方式？一定是各国的方式把它欧盟裂解掉。所以当中美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欧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，欧盟其实会很像现在的 WTO， 对，就是表面上有那一个联盟，但实际上面很难形成真正的大这个体系，你也可以把它丢在垃圾堆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冯德莱恩想要造乱也没有空间了，因为当他要造乱的时候，他只会伤害到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，而这些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，他会站出来跟这个冯德莱恩叫板。匈牙利就最典型嘛，斯洛伐克也是很典型嘛。现在越来越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冯德莱恩叫板，所以冯德莱恩也变成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一个人在那边叫而已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欧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那他们的后代毁掉他们前代的理想。好。
这边请教一下介大使啊，所以刚这个赖老师其实话说得很重，他真的是欧洲派哦，在欧洲留学，然后对欧洲呢其实有很多了解。那么其实照这样看起来，虽然说欧洲的马克宏一心一意希望能够我好好的建立一个大欧洲，然后你看到德国过去一直是欧盟很重要的领导人，但现在呢已经是没有欧洲领导的时代。那在德国跟法国都没有办法领导欧洲的情况之下，他被大国各个击破，欧盟很难发挥那个集体的团结的影响力，他就再也很难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级战略玩家了耶。欧盟会渐渐的淡出了，渐渐的淡出世界舞台。我觉得他的团结度实在比东协差太多了。你看到的是就是说精神上的啦，可是欧盟它是建立在条约做基础的，所以它的事实上的话，在比较符合这个欧洲人的哈，就是说西方的价值。那么不论如何，条约神圣啦，就是说除非你退出嘛。不过我很赞成那个赖老师观点啦，我觉得欧盟现在就是说它从事 integration 啊，它是整合哈，现在是 disintegration， 我觉得它已经过了它光，现在往下走。那我们看一下欧盟这个蓝图来讲的话，跟它历史来讲的话，它基本上是法德联盟，然后这个再加上荷比卢起家的啊。那这两个最主要的两个这个动力，一个法国，一个德国。法国的目的是想借欧洲的联合来实现戴高乐主义啊，运用这个欧洲的团结来推动它的戴高乐主义，就是法国是世界大国。对所有的国际问题，它都有独特的看法跟影响力。那这是法国的动机。德国是想借欧盟在欧洲洗白，把它这个纳粹的在欧洲造成伤害，它洗白，然后重新再跟欧洲这个社会里面获取它应该所得的经济利益，甚至某种程度的这种尊荣吧。大概就这两个原因就把德法跟荷比卢把它弄到一起了。那当时欧洲另外有一个叫 EAEC 就是英国人搞的，跟瑞士跟挪威搞了一个跟你欧盟对干的。结果后来没想到欧盟起来了，那英国人最厉害就加入了，那挪威到现在没加入，瑞士也没加入那问题就是它这个过程中，它慢慢的就把这个地中海的欧洲弄进来，然后这里有西班牙、意大利这些国家。然后呢，他再接着把北欧这个所谓的 Scandinavian 这一批人也收编进来了以后，冷战结束以后，他们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，就是东扩，所以先把中欧吃进来，匈牙利捷克这些基本上是德国的饭，德国的他认为传统它是中欧的霸主嘛，所以拉吃进，再把东欧，再把这个波罗的海吃下来。那你不要忘记美国人从来不愿意看到欧洲人成为一个团结的，所以以前的这个美国人是看不起欧盟的，他认为欧洲人不可能团结的，因为欧洲人彼此之间成见跟历史的矛盾，他认为这个基本上你们就玩假的。所以还真的被说中了。对，事实上你的民族主义从你里面发源，主权国家观念从你发源。第一个，你没有办法消灭民族主义，你没有办法把主权的观念彻底的dismantle 掉，你的问题就永远存在。所以美国人一直在扮演一个怎么样，就是一个伺机而毁之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俄乌战争美国就成功了，就把欧盟整个打趴了。那事实上之前美国已经在欧盟搞了一个次级团体，叫三海联盟。这三海联盟从东欧的国家加上一些中欧的国家，再加上波罗的海的国家，那这些国家里面，你以这个立陶宛来看呢，根本就是美国的新的小弟，那里面收了一大堆美国小弟，基本上就是在欧盟里面搞内部破坏的。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现在就变成就是说，我就讲欧盟的历史，它是法德联盟才有今天。对。那问题法德联盟出现了极大的裂痕。最近的一次对法德联盟来讲的话，最大的伤害就是欧盟跟这个Mercosur 就是南追共同体是吧，签了一个 FTA。这个 FTA 也就变成今天马克宏出来讲话，为什么？我们跟美国要强硬，为什么？
因为 FTA 这个 FTA 欧盟一直不同意的，就变成我跟你签自由贸易协定，你只能卖到欧盟只有农产品。欧盟最大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保护群体，保护谁？保护法国的农业。那可是德国不需要保护它的农业，德国是工业，他希望借着 FTA 去降低 Mercosur 的那几个南美国家的工业的关税，平均关税。主要其实就是巴西、阿根廷，还有巴拉圭跟乌拉圭。那结果就是什么呀？就牺牲了法国，成就了德国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。那另外，德国现在的这个基督教民主党这个主席，他要跟美国签，用欧盟的名义跟美国签什么？签 FTA。对，自由贸易又是什么呢？美国川普讲了几句话，他说基本上欧盟不会比中国大陆好，对美国的产品挑三拣四，农产品不让我们进去，车子也不给我卖，农产品是谁？农产品又是法国。对，那现在德国又要讲跟美国也要签 FTA， 那是针对谁？又是针对法国。所以呢，事实上，马克宏，我认为他还有2年多的任期啦。他现在在国内是没有舞台，他就要国际上舞台。可是他不要做梦，为什么？所有人大国都不理他，因为他是个小国，他只有1兆多的这个他没有那个能力，他要借着欧盟。可是现在大家也看欧盟，你已经摇摇欲坠了。你凭什么？你以大国姿态跟我普丁打交道？没有，习近平会接受他，因为什么？你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怎么样？一个边缘分子，你要来跟中国大陆玩你的这个戴高乐大梦来讲，我就跟你玩。那所以今天德国未来的首相不会理他，然后呢，普丁不理他。那更不要说川普，川普从来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啊。对，你的欧盟，对不起，已经被我的前任、我的敌人把你给毁了。现在欧洲，你会认为欧盟还会有新会员加入吗？对不起，可是谁加入了？最近新会员最多的在跨欧洲的团体是北约。所以今天的欧盟，任何人想要借欧盟来发展他自己国家的单独的利益都是一场梦。好。